這可能是目前最小的 AMD Ryzen 7旗艦迷你主機，它的體積只有 0.67 升，如果不是指明，還真以為是一台 N150 小主機呢。它不但支持 PD 和 DP 显示信號一線通，還有不俗的性能。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給大家介紹裝置了 AMD Ryzen 7 H255 CPU 的高性能迷你電腦 S-Magic 阿麥奇 W1。直接來看 H255 和 8745HS 的對比， CPU 睿頻一樣都是 4.9GHz， 基礎頻率都是 3.8GHz， 都沒有鸡肋的 NPU， 它們實際上是完全一樣的。各式各樣的 780M 核顯小主機我們測試過大幾十台，說實話 EU 穿3代，馬甲連接着馬甲，我們都有點審美疲勞了。但是目前內存和 SSD 漲價的趨勢下，我自己認為 780M 核顯有很大的可能要步入它的第4年和第5年了。在2000元左右這個價位，確實也沒有別的合適機型供朋友們選擇，我們可能只能在發揮這款小主機的各種不同應用場景上去下點功夫，讓大家有更多的機會去折騰它。以前我們曾經把它當作高級軟路由，把它當作家庭服務器和 NAS， 把它當作高規格的 HTPC， 也許以後我們可以開發出更多的玩法。大家目前使用 780M 核顯小主機來幹啥用呢？阿麥奇 W1 裝置 AMD Ryzen 7 H255 8核16線程標壓移動 CPU， 內置 Radeon 780M 核顯 DDR5 內存 5600Hz， 雙 M.2 PCIe 4.0 NVMe 接口，3屏显示輸出， 2.5G 網卡加 WiFi 6E。 打開來看一下，主機和配件都在這兒了，電源線、HDMI 線纜、顯示器背架和螺絲、說明書。這 DC 小電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拿起小主機，銀色的塑料外殼，頂蓋中間是廠家的英文 logo。機身接口，前面板能夠 PD 和 DP 顯示信號一線通的 USB 4接口，雙 USB 3.2 進 2A 口，耳麥口，電源開關鍵。後面板滿血的 HDMI 2.1 接口， DP 2.0 接口， 2.5G 網絡接口，4個 USB 3.2 進 2A 口，19伏電源接口。底部和後部還有左側都有通風口。取下4個腳墊，卸下4顆底部螺絲後，先掰開底蓋，再把主板從頂蓋裡取出來。我們來看看內部都有哪些接口。注意底蓋上是沒有風扇的，雙通道 DDR5 內存接口 5600Hz， 兩組2280的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這裡是 MT7922 WiFi 6E 無線網卡。我們拿到的是準系統，給它裝上2條英瑞達 DDR5 5600Hz 內存。今天剛知道這個品牌以後不存在了，因為美光放棄了自己品牌的零售內存市場，裝上一條 2T 容量的愛國者 7000Z NVMe SSD。 我買它的時候不到500元，現在就是二手也要800塊了。進入 BIOS， 首頁顯示 32G DDR5 內存，價值2000元啊。這裡是來電自啟設置，這裡可以設置性能釋放，有安靜模式35瓦，平衡模式45瓦，性能模式54瓦。我們設置性能模式54瓦來進行本次的測試。好了，大家有沒有發現沒有地方設置專用顯存的大小？對於 780M 核顯的 BIOS 來說，這是不夠的啊。好在我們還掌握了開啟全部 BIOS 選項的秘訣，按下 Ctrl F1 鍵，打開了全部選項。
這裡可以設置核顯專用顯存大小，最大16G。穩定性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我們打開 i.W4 跑 FPU 单烤的壓力測試 ，CPU 功耗一開始下滑，一條直線跑在54瓦，此時整機功耗跑在76瓦左右 ，CPU 頻率運行在 4.1GHz。在單烤的1小時20分鐘內 ，CPU 功耗一直保持54瓦，室溫20度的情況下 ，CPU 溫度最高上升到84度，內存最高溫度49度 ，SSD 溫度最高上升到44度。我們首先使用 ARM i7-W1 主機 Ryzen7 H255 來轉碼，看看實際效能如何。最後結果是10分24秒，共計624秒。624秒的成績算 780M 核显的中檔成績。CPU-Z 多线程 7146.1， 单线程 699.7。考慮到只有54瓦的性能釋放，多線程成績相當不俗啊。Geekbench 5多核12068，單核1908，多核成績還比較靠前。Geekbench 6多核13072，單核2597，多核成績是表现最好的 H255， 排名 780M 核显小主机前列。Cinebench 223多核16603，单核1751，多核成績在 780M 核显中中檔的位置。Cinebench 2024多核952，單核103，多核成績仍然是 780M 核显的中檔位置。Passmark 多线程31704，单线程3885，多线程和自家的8845HS 差不多。综合来看，目前這台 ARM i7 H255 CPU 多線程性能在 780M 核显中算中檔靠前的位置，54瓦的性能釋放還算不錯。接着炮娛樂大師總分1468925 ，CPU 得分924727。我們還給這台 H255 運行了 OpenW 測試 ，AES 926978， X220 3700765 ，Core Mark 4988571，非常貼近50萬分。接着玩遊戲，地平線5 1080P 高畫質，不開抗锯齒，普通場景80到90帧。複雜場景70帧左右。地平線4 1080P 超高畫質，開了2倍抗锯齒，接近80帧。英雄聯盟 4K 中畫質，最後大團戰平均10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畫質，跑起來、戰鬥起來穩穩60帧。賽博朋克2077 1080P 低畫質 ，FSR3 平衡模式，沒開光追，沒開增生成，跑性能測試59幀，開了增生成88幀。古墓麗影暗影 1080P 高畫質，運行性能測試，平均幀41幀。黑神話悟空使用遊戲中的性能測試工具 1080P 自定義畫質 FSR3 超采開到50，開啟增生成，最後結果是平均69幀每秒。實戰一下。就是大王說的那個天命人。
這就是 Radeon 780M 核顯帶給我們的遊戲體驗。等等，我還幫大家測試了烟雲16聲 1080p FSR 平衡模式，開啟真生成，結果只有30到50帧。來看一下遊戲時的溫度情況 ，CPU 最高85度 ，SSD 最高49度，內存最高溫度95度。看一下 3DMark 的图形得分 ，TimeSpy 2981 ，Firestreak 8563 ，StillLoman Night 21.15 FPS。我们把 3DMark 的数据做成图表 ，H255 的各项成绩，算 780M 核显的中档吧。跑 Llama 3.1 8B 大模型还是贪吃蛇编程，跑到了 14.77 token 每秒，這成績不錯啊，跑在了 780M 核显的第2名。显示接口輸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Hz 10位 RGB 的顯示信號輸出 ，USB 4和 DP 接口輸出 DP 信號最高支持 4K 144Hz 10比特 RGB 顯示信號輸出。我們這台顯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頻到 160Hz， 超頻後 USB 4和 DP 接口能夠支持 4K 160Hz 的10位 RGB 信號輸出。索尼 OLED 電視連接 HDMI 線纜，小組之一能夠輸出 4K 120Hz 10位 YCbCR 444的顯示信號。Radeon 780M 核顯的視頻解碼能力，它能硬解本地 8K 60幀 AV 視頻。YouTube 8K 60幀 AV 視頻流暢播放。我自己安裝的 NVMe 硬盤測試7100兆p 每秒，最佳的 PCIe 4.0x4 的存儲讀寫能力。WiFi 測試 Mediatek MT7922 WiFi 6E 無線網卡，跑上了870兆 bps， 算是我的 WiFi 6無線網絡環境中很好的水平。螃蟹 2.5G 網卡，我們也使用了 iPerf 3測試了內網性能。不論單線程上傳下載還是多線程上傳下載，都跑到 2.35G， 跑滿了帶寬。這塊 2.5G 網卡沒有兼容性問題。阿麥奇 W1 裝置了8核16線程的 H255 CPU， 54瓦的性能釋放。我們直接列表給大家看，整機最高功耗97瓦，待機最高功耗才 6.4 瓦。按上面這些結果，120瓦的 DC 小電源能夠搞定。室溫20度的時候 ，CPU 待機溫度36度 ，SSD 待機溫度41度。這台小主機54瓦性能釋放 ，CPU 100%滿載的時候，機身噪音是50分貝左右，收回在耳邊是接近40分貝，算安靜了。平衡模式和靜音模式下，可以和我 PD 輸出90瓦的 LG 顯示器一線通，它的大小和外形真和 M4 Mac mini 差不多。阿麥奇 W1 迷你電腦裝置了8核16線程的 H255 CPU， 54瓦的性能釋放。CPU 多核性能在所有 780M 核顯小主機中，性能中檔靠前。這台小主機的接口雙 NVMe 單 2.5G， 3個高刷顯示接口 ，USB 4接口可以 PD 和 DP 顯示信號一線通。準系統售價才1799元，這價格算真不錯吧？還有一個優點。就是真的超迷你 ，0.67 升的體積是 780M 核顯小主機中最小的。要說缺點啊，機身是塑料的。總結一下，54瓦的性能釋放下，它是一台性能不錯的 AMD Ryzen 7核顯小主機，散熱穩定，靜音優秀。USB 4能接入 PD 電源，並輸出 DP 顯示信號一線通。這是一台價格相當便宜的小主機。目前首銷的價格才1799元，喜歡超小旗艦迷你主機的朋友們不要錯過。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了，我是老白，謝謝大家的觀看，再見。